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。可能现在我的频道还不是很多人看，但我还是会决定继续做下去的，跟你们分享一下中国汽车市场的情况。然后本期的话，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跟美国的汽车市场，他们的车的车型上有什么不同。因为我之前说过，在中国市场，其实很多车它都属于中国特供车，虽然可能车型一样，但是它们的动力总成这些都有所差异。然后我们上网站看一看中美汽车上的价格、动力配置这些有什么差异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一款是今年新款的卡罗拉，2026款的卡罗拉，在外观上可能都差不多，但是在动力总成上跟美国的卡罗拉区别是很大的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在以往老款的卡罗拉当中，大部分都是 1.2T 发动机配 CVT， 或者是1.5升排量的，它们的排量其实都很小。但是今年新款的卡罗拉的话，它新增加了一个2.0排量的发动机，所以的话，今年的话一共是纯燃油车的话，一共是两款，一个分别是 1.2T， 还有一个是2.0升的。但是我们都会拿最便宜的那个作为比较，就拿 1.2T 的去比较。其实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，就是 1.2T 的卡罗拉并不是真正的卡罗拉，我们会说亚洲狮才是真正的卡罗拉。这个是亚洲狮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力总成的话是2.0升排量的，跟美国一样都是2.0排量的，所以我们会说亚洲狮才是真正的卡罗拉。但是自从新款的卡罗拉有了2.0升发动机之后，我估计亚洲狮应该是准备要停产的了。然后我们看一看美国的卡罗拉，美国的卡罗拉的话，它其实是2.0升发动机，然后配的也是 CVT 变速箱，所以的话，美国的卡罗拉排量上肯定是要比 1.2T 的要大的。我们看一看思域，本田的思域。本田的思域的话，它搭配的是 1.5T 发动机，但是它这 1.5T 发动机跟雅阁的 1.5T 发动机是有所区别的。很明显，这个思域的话，它的马力的话是要比雅阁的要小很多的。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思域的话，它的排量是2.0的，112排量。中国的是129排量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我们看一看伊兰特，现代的伊兰特，其实以前的老款的伊兰特的话，用的也是 AT 变速箱，但是后面的话也换成了 CVT 变速箱。中国的伊兰特它的排量是1.5升排量配 CVT， 马力的话是115马力。我们看一看美版的伊兰特。美版的伊兰特的话，它是2.0升排量的，马力的话也是122马力，也要比中国的伊兰特的马力要大。它这个 IVT 变速箱，我估计应该也是 CVT 变速箱，因为我在中国好像没听过有 IVT 这个变速箱，它应该也是 CVT 变速箱。然后我们看一看轩逸，再拿一款轩逸作为比较。轩逸的话是1.6排量的122马力，其实以前老款的轩逸的话也是2.0排量配 4AT 变速箱，后面也改版了，是1.6配 CVT 变速箱。看看美版的轩逸的话是2.0排量，是2.0升排量的。这个马力上虽然都是122马力，但是排量上的话是2.0，肯定是要比1.6要大一点的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讲一个雷克萨斯。雷克萨斯的话，美国版本跟中国版本的差异很大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雷克萨斯减配的很严重，都是2.0起步的，都是2.0发动机起步，马力也只有173马力，而且用的也是 CVT 变速箱。而美国的雷克萨斯的话是3.5升，马力的话也要比中国的要大很多，这两个车有很明显的不一样。最后，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中国的车的排量普遍要比美国的车小？其实原因有很多，有排放法规的限制，也有每年要交的车船税的限制。这个我也可以单独开一期开一个视频跟你们说一下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